这个法国女人正在被纳粹凌辱，她拼命的挣扎，试图挣脱魔爪，一把推开堵门的德国士兵，拽起女儿向外奋力狂奔，却很快被纳粹士兵团团围住。女人只能奋力挣扎，推出女儿，让女儿先跑。不料女儿刚刚起身，就被纳粹军官一枪打倒。女人也被手持喷火器的士兵拦住，逐渐被逼到墙边。女人疲惫地喘息着，眼中满是无助和绝望。士兵不断朝她喷火示威，缓缓地把枪口对准了她。随后无情的火焰将其吞噬，伴随着女人阵阵惨叫，刹那间化为一具黑炭。此时丈夫于连刚刚回家，看到了妻女被杀的场面，他心如刀绞，悲痛万分，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只能强忍泪水控制情绪，掏出一块手帕含在嘴里。于连是法国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妻子温柔漂亮，女儿懂事乖巧，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二战时期德军占领了法国，于连所在的医院也频繁遭到德军袭扰，城内的气氛越发紧张起来。这天，于连望向窗外，听着战机的阵阵轰鸣，于连意识到城里不适合待下去，决定把妻女送到乡下暂避风头。第二天，于连把妻女送上车，决定等战争结束后重聚。可惜于连不会想到，此次一别竟是天人永隔。几天后，于连驾车回乡探望妻女，阔别了城市的喧嚣，乡下的山水让于连心情畅快。不想刚一来到村口，于连就看到了一具尸体，村内更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走入教堂，于连惊呆了。村民们横七竖八惨死在这里，这样的惨状令这个见惯了生离死别的外科医生都感到不适。于连慌忙跑出教堂，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。他朝着家的方向不断奔去，却在岔路口看见一名德军。于连悄悄绕到庄园后面，发现2名德军正在维修装甲车。于连再次探头观察，发现地上有2只女儿的鞋子。顺着鞋子的方向望去，女儿的尸体就静静地躺在草地上，墙边的妻子已经被烧成了黑炭。一幕幕惨剧让于连无法直视，他不得不掏出手帕捂住嘴。随后愤怒的于连跑到教堂，砸毁了教堂上的神像。什么都保佑不了，要你何用？发泄完怒火后，于连冷静下来，凭借着出色的记忆力，他冲上阁楼，架起梯子往上爬，从楼顶取下了一个包裹。于连记得这是儿时父亲用过的双管猎枪，以前父亲拿它来猎杀动物，现在他决定用它来猎杀畜生，为死去的妻子和女儿报仇。打开包裹，于连擦拭着猎枪，很快猎枪焕然一新，敲开尘封已久的铁盒子，里面的子弹还完好无损。于连从小在庄园中长大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。他趁着夜色潜入地下室，刚好碰到一名士兵下来拿酒。于连躲在暗处上好子弹，虽然对纳粹恨之入骨，但于连心里明白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。于连悄悄打开一扇窗户，用铁棍撬开支撑木桥的桩子。于连心里清楚，木桥是出入庄园的唯一通道，破坏了木桥就切断了德军的后路。接着，于连来到庄园的水站，拔断电源，把水全部放光，让德军无水可用。随后，于连进入一条密道，来到了自家密室，透过一面双面镜观察着德军的一举一动。此时2名军官正在攀谈，士兵们则在家里饮酒作乐。而更令于连难过的是，德军还放映着家里的录像。看着录像中漂亮的妻子、活泼可爱的女儿，士兵们竟下流地吹着口哨。看到这些，于连红了眼眶，决心一定要处决这帮畜生。随后，于连顺着密道前进，来到了井下的一处洞口埋伏。他料定庄园水源已被切断，德军肯定会过来打水。井下的环境阴冷潮湿，但为了给妻子和女儿报仇，于连必须忍受这些。在井下整整守了一夜，想起了曾经的欢乐时光。第二天，一名德国士兵打水，铁桶入水的声音惊醒了于连。上面的士兵往水井里一看，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引起了德军士兵的警觉。一名士兵循声而来，正要探头往井里查看，却被长官一把拉走。随后，长官拉起水桶，发现井里已是红色的血水。长官往井里丢了枚手榴弹，瞬间激起了大片水花。
然而此时于连早已离开，他顺着密道潜入了房间，透过窗户观察外面的情况。长官怀疑村里有法国游击队，决定带领部队撤离庄园。这时长官远远地看到附近有另一支队伍路过，他要副官过去请求支援。没想到汽车刚驶出大门，坠落的汽车在桥下炸响，匆忙赶来的德军惊慌失措，以为已经被游击队包围了，连忙关上大门就往回撤。机枪手刚一爬上装甲车，就被房内的于连一枪毙命。几名德军闻声赶来，对着窗户一阵扫射，于连赶紧通过暗门躲入密道。随后德军在村子里展开了地毯式搜索，很快发现了于连的踪迹。不过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于连同德军在地道中周旋，几名喷火兵穷追不舍，搞得于连有些狼狈。为了躲避追击，他顺着铁梯爬进井下的密道。手榴弹的炸响引起了坍塌，阻断了德军大部队的追击。但很快，一名巡逻的德国兵再一次发现了于连的踪迹。他没有急于开枪，而是一路尾随过去，想抓个活的游击队，立功求赏。于连一路小跑来到房间，用冷水冲洗着头部。在镜子的反射下，后面的德军不断逼近，拿枪抵住了于连的后背。不过于连不肯就此放弃，他趁士兵不注意，猛地一下压住枪口，把士兵按到墙上，揪着士兵的头发往墙上的尖锐物不断撞击。不一会儿，士兵咽了气。与此同时，真正的游击队来了，在外侦察的德军慌忙躲藏起来。入村的游击队只看到了村民和德军的尸体，这让他们十分疑惑，向于连询问德军的去向。于连谎称德军已经跑了，拒绝了游击队的帮助，因为他要亲手解决这帮畜生。看到游击队离开后，潜藏的德军松了口气，但出庄园的桥已被切断，长官决定顺下绳索下山求援。一名士兵拽住绳子慢慢往下顺，却不知于连早已埋伏多时。想到妻子的音容笑貌，于连果断开枪，直接命中，士兵随即跌落山崖。不过于连的位置也已暴露，山上的德军朝他疯狂扫射，于连趴在石墙后躲避，德军又投来几枚手榴弹，于连只得起身逃跑。逃跑中手臂被弹片击中，疼得跌倒在地，眼镜也被摔碎。仅存的德军回到房子，长官到现在还在认为他们一定被游击队伏击了，他决心拼死一战，效忠元首。于连悄悄潜回了卧室，处理好手背上的伤口，换了一副备用眼镜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迎面撞上了一名士兵，于连立即开枪击中了士兵的手掌，随后迅速逃入了密室。枪声再次引来了德军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，他们却什么都没搜到。此时长官面对着镜子，似乎发现了其中的玄机，于是用手触碰镜子查看。镜子后的于连额头冒出冷汗，他已经子弹上膛，蓄势待发，随时等着和德军同归于尽。好在长官并没有发现端倪，一转身便离开了镜子。长官继续在房间内搜查，结果于连没找到，却发现一名士兵换上了便装，准备逃跑。见意图已经暴露，士兵试图拿枪背水一战，却被长官2枪直接放倒。不过死前还挣扎了一下，同样给了长官1枪。中弹后的长官踉跄着回到大厅，却发现另外2名士兵也不见了。原来这2名士兵也打算逃走，他们走入漆黑的隧道内，慌乱之中掉进了水牢。原来于连早已等候在此，提前将水牢的盖子打开。见2名士兵中了套，于连立即赶过去查看，发现2名士兵还在里面挣扎，正准备开枪解决他们，却发现子弹已经用光了。不过于连想了个新办法，他打开水闸，关上铁门，看着2人不断在水中挣扎，但对于这样的一群畜生，于连没有丝毫怜悯。很快水牢被水灌满，2名德军也被活活淹死。随后于连快步走出隧道，看到德军留下的喷火枪，当初德军就是用它烧死了自己的妻子，现在他决定还以颜色，用喷火枪为妻子报仇。村外游击队带人赶来处理村子里的尸体，长官望向窗外，看到赶来的法国人，他自知难逃一死，面对镜子准备开枪自尽，却突然看到镜子扭曲了起来。正在他感到疑惑时，镜子破裂，一道火舌窜出，瞬间将长官化为焦炭。至此，这支德军小队覆灭，于连完成了最后的复仇。一场浩劫过后，村庄恢复了宁静。尽管于连完成了复仇，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再也回不来了。他缓缓摘下了眼镜，眼中溢满了泪水。不一会儿，他破涕为笑，但这笑容背后的辛酸，恐怕只有他自己能懂。